情绪又一次的有一些绷紧了。虽说不是第一次我们面临到可能会出现 lockdown 的情况，但是要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很有可能的这一个病毒可能会是 Delta， 而在之前啊，我们的政府就已经跟大家来进行表示，如果是 Delta 在社区之中出现一例，就会出现 lockdown 的情况。一时之间，你看这个交通也乱了。当然，今天的这个大风大雨可能也是给大家加了油了，也不会说太过顺畅。是，再加上更多的人可能涌向了这个超市，一时之间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慌，对吧？想要更多的给自己明天的工作、孩子的上学做更好的安排。而在6点钟，我们现在也在等待着政府的发布会，希望能够同步的跟您更新到我们能掌握到的最新的消息。而在下午的这几个小时的事情的发酵之中，我们也跟大家罗列一些这个要点，先期的来跟大家说说看。下午的时候就知道，在我们的社区，在奥克兰是发现了1例的确诊病例，而应该和我们的隔离设施是没有已知的一些关系。那么如果来自于社区，这个问题也有点细思极恐，因为就不可能只有1例喽。那么现在来看啊，这个新闻发布会是拖延到了6点的10分啊，所以说出现了小小延迟啊。不过呢，跟之前的状况还是比较相似啊。基本上每次定了这个点呢，之后实际情况都是要比本来的这一个时间呢是要晚那么一点点。那么从现在的其他消息来看啊，另外呢，英文先驱报上的这个新闻也可以看到，这一个案例啊，相信呢是一名居住在北岸 Devonport 的一名50岁的人士啊，目前并没有提到他的这个性别。那么从现在来看啊，基本上英文先驱报给出的消息说，一个可靠的这个消息源表示啊，可能对于奥克兰以及 Coromandel 地区会进入到4级的 lockdown，那么时间呢会是7天，那么而新西兰其他的地区呢则会是4级 lockdown 3天的时间啊。不过呢，这一个消息还没有得到总理最终这个证实，只是现在英文先驱报看到一些消息的来源。没错啊，那么现在在其实社区之中，大家也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猜想，在这一个猜测之中，其实这也是在这个媒体之中啊，觉得可能性会比较吻合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猜测的方向。那么是一位50多岁的女性，她住在 Devonport， 可能会比较频繁的往返于 Auckland 和 Coromandel 之间，所以自然也会影响到这2个地区的一些安全的问题了。那么如果真的是确诊这一个病例是 Delta 的病毒，自然就会响应着我们之前所放出的这个大家所说的这个吹风啊，那会进入到了这个警戒之中。而现在警戒的时间，大家可能都会有更多的一些猜想。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好了啊，给我们发短信啊，那个021-2010998，大家来说一说您觉得预测一下，比方说可能会要 lockdown 多久？现在已知的比较可能性贴近的一个猜测，有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奥克兰地区可能会有这个7天，对不对？没错啊，或者是在这个 Coromandel 地区是7天，其他的地区呢可能会有稍微轻一点的一些封锁的措施。那逐步的也有朋友在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不辛苦，虽然是出了直播间又回到直播间，但能第一时间跟大家面对一些突发的信息，用我们的语言告诉大家一些我们知道的进展，其实挺好的。想回想一下啊，这个上周二其实呢不知道也是不是巧合，在上个周二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北部地区方面也是出现了停电的这个状况。然后在同一时间在托兰嘎这个港口也是发现只有少部分的港口员工注射了疫苗。结果没想到1周之后，今天同样的是在奥克兰发现一个新的确诊个案，而在北岛方面，这个国家电力公司 Transpower 也是发出了电力告急的这样的一个警报。所以说这个周二真的没有办法怎么去形容它到底是一个巧合还是怎么样的一个事件。坏消息还是挺多的，我们一边在等待着政府的发布会，一边其实来说一说，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得到了一个社区的确诊，今天是有一些比较恶劣的天气，下午做节目就提醒大家了，回家的时候得提前安排好，特别是往北岸的方向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堵车。好了，你看这一次如果真的是在 Devonport 出现的确诊，这北岸人民深深的受到我们的一个隔空的拥抱啊。那么另外你看，如果真的还是会出现在一些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们的电力又受到了更多的挑战。而在疫情之后，其实还让人担心的还有就是跟医护人员有关啊。别忘了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好，助产师也好，现在还在罢工闹情绪的一个期间呢。如果国家进入到了面对这个 Delta 已经在我们的社区之中，是不是我们的医疗这一条防线需要更加的给力才行？
情。而现在你说无巧不巧，这个环节对于他们的一些谈判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进展呢？而在如果疫情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又会不会能够给这个医护人员还能在这个风口浪尖之上给我们一如既往的一些保护？不过我相信他们的专业啊。是，虽然说这么说可能不太好啊，但是可能对于医护人员来说，现在也是时候向这个政府，包括 DHB 这些大哥们去展现，在前线工作的还是这些人员，还是需要他们的努力去确保我们的这个医院能够正常的运作。刚好恰巧在今天卫生部也是同意了对于一些女性的护士员工采取和男性同样薪资的这一个标准。这看似是一个对医护罢工一个好的消息，不过不知道因为今天的这个事件会不会对未来这个护士工会和 DHB 之间的谈判会有所帮助呢？我们希望它能够往一个积极的方向去走，毕竟我们都不希望在出现疫情的当下，护士会继续因为薪酬的问题而继续进行罢工的活动。是的，那么在随后的记者发布会上，我们也会看到总理和这个 Ashley Bromfield 会一起来在这个发布会上给我们来 release 更多的一些信息啊。大家说，哎呦，一看到这个阵营，不过这一次却改了时间，是6点而不是晚上的9点钟了。以前一说9点见，马上那个心就悬起来了，得了，没什么好事儿啊。是，今天疫情1点直通，现在是6点直通。以前对，所以尽量轻松的我们来说今天的事情。为什么啊？其实在这个之前有人会说政府已经在给大家这放风了，对不对？那一定是提前知道。我其实不愿意有更多的一些臆想，但是在 Delta 在全球肆虐的当下啊，我们要知道它对于我们的新西兰，我们如果能够紧紧的把住这一道门，那我们需要做的是多么的完美无瑕。我其实觉得在我们做的很多的这个防护措施之中，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漏洞可以说到的啊。那新西兰也是一次一次的运用了自己的一个好运气，那这一次到底会不会又能够平安的过关呢？当然对于这个疫情管控方面，首先在边境还是那个疫苗注射的问题啊，也是可以看到在边境工作人员方面，之前一直以来可能真的是因为没有疫情的这个推动，所以很多人打疫苗的这个积极性并不高。那当然我们说实话也不太希望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社区病例来去作为一个推动的动力，但是似乎可能事实就是如此，大家都是需要经历过这样的一种恐慌的时刻，才会认识到，疫苗确实是能够为自己带来这个保护。不过我们现在在看到的一些媒体的信息之中啊，你看在 New Zealand Herald 之上用的这一个题目，已经是让我们觉得是不是会真的这个 lockdown 已经是8、9不离10了。其实可能很多人跟吴曼跟 Aden 有一样的想法，就是说那为什么这一次一旦是 Delta 咱们就必须一定会要进入到一个 lockdown 的情况？咱以前也不是说没有这个社区的病例，为什么这一次就属于特别的就要重视或者治愈嘛？咱们一下子 lockdown 要损失多少的经济的一些代价？这可能也是在这个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啊。是，当然我们从海外其实也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隔壁的邻国澳洲这个澳洲在过去的周末还是继续的深陷 lockdown， 包括新冠病例这个困扰当中包括每天基本上都是400多例的这个新增，所以说可以看到 Delta 这个病毒确实在传染性以这个重病率方面，确实比过往的新冠病毒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政府其实在上周公布的这个边境开放的计划，或者说对于 Delta 病毒应对计划，觉得现在来看是不是还挺及时的？可能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啊。不过还是那句话，我们都是听话的好孩子。你看，在上一周这个 Chris Higgins 就来跟大家说如果有1例的 Delta 病毒的社区确诊，我们就要进行 lockdown。而现在这1例确实也没有和任何的 MIQ 以及边境扯上任何的联系，已知的一些联系，这也真的是引发了高级别的部长的会议。我们现在呢，这个画面已经是切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一个现场也是一边听一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能够得知的一些具体的信息。那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自己先问来自己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坚持的去养成你的一些卫生好习惯？你有没有继续的去扫码那现在我们要面对的 Delta 已经是变种病毒株，它的传播力已经变得更加的强，而我们的新西兰接种疫苗的比例和数量，那还是远远的不够的。再随着包括前一段时间 RSV， 我们也看到了在医疗系统是不是也有一些薄弱的小问题，比方说
随着边境不能打开，我们的一些医护人员真的是数量不够。人手短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而且呢，其实已经持续了蛮长的一段时间的。任何这种冬季感冒、流感病症的加重，其实都会加大医护人员的这个压力所以说这一次 lockdown，我们倒不希望。当然，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除了说在社区会出现大规模的感染，才会对他们造成压力之外，其实其他的状况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蛮紧张的。但这就是看到我们的医疗到底是不是能跟得上。我们一直用着自己的好运气，但是在6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你看啊，距离上一次有社区的确诊多长时间？170天。对吧？在170天之前，咱们往回倒，其实那个时候当出现的时候，就讨论说咱们有没有那种大规模的、快速的给大家进行接种，来预防这个病毒的进一步的蔓延。可那个时候，其实这个想法就已经被 pass 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员。你看我们在注射疫苗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看到总理出来了啊，我们把镜头给切过去了。好。我们一边看着这个镜头，一边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一些信息。确实啊，是我们的总理和我们的 Ashley Bloomfield 又站到了我们的这个屏幕之中。我们来看一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消息。Good evening, everyone. As we advised earlier this afternoon, we have a positive case of COVID-19 in the community. We will not be in a position to identify if this is a case of the Delta variant of COVID-19 until genome sequencing is returned tomorrow. However, every case we have had in MIQ recently has been the Delta variant of COVID, and Delta is surging around the world. While we cannot confirm it yet, we need to assume that our case will be too, and that has shaped all of the decisions we have made this afternoon.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have been working at pace this afternoon to gather information on the case and their movements, and I will pass to Dr. Bloomfield shortly to set out the facts as we currently know them, including locations of interest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so far. But first, I want to assure New Zealand that we have planned for this eventuality and that we will now be putting in place that plan to contain and stamp out COVID-19 once again. Going hard and early has worked for us before. While we know that Delta is a more dangerous enemy to combat, the same actions that overcame the virus last year can be applied to beat it again. I'll now pass to Dr. Bloomfield. Thank you, Prime Minister. Kia ora koutou katoa. So just to update you on the details around the community case that we announced this afternoon. To recap, just after midday I was alerted to a positive COVID-19 test result in Auckland. This case was identified when the person presented to their GP yesterday, Monday, with symptoms and was tested. So, to start with, I want to thank both the person who has tested positive and, of course, the general practice. We can only act on cases if we know they are there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case is a 58-year-old male from a household in Devonport on the North Shore of Auckland. He became symptomatic on Saturday the 14th of August, so the infectious period is considered to have started on Thursday the 12th of August. Importantly, and this has been fundamental to our advice to the government, at this point there is no obvious link between this case and the border.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is being rapidly carried out at ESR's Auckland laboratory for this case, and we expect to have the results through in the early hours of tomorrow morning. The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will help us learn about this infection and whether or not it is confirmed to be one of the Delta variants we have seen overseas, and it should also give us information about potential links to other cases. You will be aware that every case that we have in New Zealand in managed isolation, the sample goes to ESR for testing, for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That's not always successful, but we have a database, of course, of all the previous ones that have been sequenced successfully. So it will help us with our source investigation. In the meantime, as the Prime Minister said, we are assuming this is the Delta variant,
as all of the genome sequenced over the last 我是伟力， 3 weeks. 我是小欧。 In fact, all 周 our 一到周五 viruses late 4 June 点 have 到 been 6点， developed. 我们共同为您打造 The 专 person 属于 lives 新 with 西兰 her 华 wife, 人 who 的 was also 新闻 tested 风景 yesterday 线。 and yesterday returned 本节目由万国到家 Both 动动手指的 individuals 线上超市。 和万国旅行社冠名播出。 On their earlier movements, the couple travelled by private vehicle on Friday the 13th of August to Coromandel Township and stayed the 网 weekend 罗 there, returning 天 to 下头 Auckland 条， on 聚 15th 焦 of 大 August. 洋洲热点， The case has a small number of workplace contacts. 环球 who are Top 榜 isolating 汇总 and 国际大事件。新闻 The 对 man 碰 is 多 not, 视角解 is 读， not 开启头 vaccinated, 脑 but 风 was in 暴 the。process of actively booking 今 his 日大洋洲 vaccination. He had trouble 新 with 闻 the 加 website, 点料 making efforts to do that. 关注澳新热门话题，深挖新闻背后故事。 I do want to 环球 commend the case 新 of 视 being a 点 frequent user 周 of 一 the 到 New 周五 Zealand 下午2 COVID 点到 Trace 4点 app. ，Freeview 28 This helped AM 936 very, 同 this 步 has 播 helped 出 very。much in helping us speed up identifying 这里有每天清晨的第一声 We have 问候， identified at 这 last 是您 count 开启全新一天的 23新闻 locations of interest. 早餐。 13 15年的名牌栏目陪您立足白云之乡，掌握全球新闻脉动。 I have 5第 of 一 those 新 which 闻 I'll just 准 run through 确 now. 及时的为您 These 梳理 and 当天最 subsequent 有 ones 价值 that 的 are 新闻 confirmed 事件 will be added to the 有 Ministry 话慢慢 Website. 说，理性开放的态度 These 5随您畅谈各类热点话题。 Importantly, 我爱 the Star 纽 and 西兰 Data Hotel，每天早晨 in 7点半 Coromandel 与您空中相约。 between 6:39 and 7:40. 平时 The 七七 Umu Cafe in 请 Coromandel on Mary the 13th of August between 7:40 p.m. and 8:30 p.m. The Star and Garter Hotel in Coromandel on the 14th of August, that was the Saturday, between 7:11 p.m. and 9 p.m. The BP gas station in Coromandel on Saturday the 14th between 9:30 a.m. and 9:40 a.m. and Terrace Beads in Coromandel on the 15th of August between 10 a.m. and 最实用 10:05. 的生活用语， The instructions for anyone who has been at those 最轻松 locations 的教学 at 方式 the time specified is to immediately 最地道 self-isolate. 的新西兰英 Call 文， helpline on 0800快乐说英语，最实用、最简单的绘画，轻轻松松提高您的听说能力，让您快乐学英语。 Now, I should say that there will be people from outside of Auckland and Coromandel who may have visited and have been at these locations of interest, the ones that we've identified and subsequent ones. So it's important for anyone who has been in these locations over the last week to check our website and see if they are included. If you are, wherever you are in the country, you are required under a Health Act Section 70 order to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around isolation and testing. There will also likely be locations that are en route between the Coromandel and Auckland, so once again, do keep an eye on that information on the Ministry website and we will publish it as it becomes available. Further interviews are underway to help establish how this case was infected and further details on his movements. I understand people will be concerned, however, I do want to assure people both in Auckland and Coromandel and indeed across the country, we are taking the necessary actions immediately to limi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Our systems have already swung into action to gather up the facts. An important action from here is that we identify, of course, any other potential cases that are out there. So for the North Shore was on the 11th of August, and that was negative. A sample taken yesterday is being analysed presently, and we will have the results tomorrow. Daily sampling will now be undertaken, and ESR is looking at options for sampling around Coromandel. Additional public precautions, particularly around visitors, will be in place, of course, in relevant hospitals. So this case was identified in Auckland, but it is a national issue. Because we cannot link the case to the border at this point,
it is possible there are other cases around in Auckland and other possible chains of transmission. People from around the country will travel to Auckland and back to other 我 parts of 是 New 伟力， Zealand. 我是小欧。 周一到周五4点到6点，我们共同为您打造专属于新西兰华人的新闻风景线。本节目由万国到家动动手指的。 There's been a huge amount of work already over the past few hours by teams here and in Auckland. There will be people working into the night to carry on that response. But the health system cannot do it alone. As always, it is together that we will make a difference. Back to you, Prime Minister. Thank you, Dr. Bloomfield. As I said, we are assuming that we have a case of Delta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science around the Delta variant of COVID-19 shows that it is potentially twice as infectious and more liable to cause severe illness. As Professor Skegg's report set out last week, with Delta raging around the world, it was experts' view that it was not a matter of if but when. As it is, we are one of the la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have the Delta variant in our community. This has given us the chance to learn from others. And while this is a situation no one wants to be in, there are benefits to being amongst the last. We are in the position to learn from experience overseas and what actions work and what actions don't work. On that front, Delta has been called a game changer, and it is. It means we need to again go hard and early to stop the spread. We have seen what can happen elsewhere if we fail to get on top of it. We only get one chance. That's why Cabinet has met this afternoon and made the decision that New Zealand will move to alert level 4 from 11:59 p.m. tonight. Level 4 will be for an initial period of 3 days, except for Auckland and the Coromandel Peninsula, who we anticipate will likely be at level 4 for 7 days, due to them being most closely linked to our current case. Over this time, we will be looking for testing results from people from locations of interest, wastewater testing, and general community testing of those with cold and flu symptoms elsewhere in the country. Our plan over the coming days is assess if there are undetected chains of transmission elsewhere to track down the source case and to assure ourselves that there aren't other cases in the community elsewhere. We have made decisions on the basis that it is better to start high and go down levels rather than start too low, not contain the virus, and see it move quickly. We've seen the dire consequences of taking too long to act in other countries, not least our neighbours. Just as we successfully stayed home and saved lives last year, I'm asking the team of 5 million to unite once more to defeat what is likely to be this more dangerous and transmissible variant of the virus. Now I want to come back to what level 4 involves, given it has been a year since we used this, the highest alert level that we have.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 for level 4 is reduce down contact between people to a bare minimum, essential contact only. That means the simplest thing New Zealanders can do to stop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is to stay at home. Beating Delta means lifting our game. Delta spreads more easily via the air, so physical distancing is even more important. As we've seen overseas, particularly in Sydney, unnecessary trips outdoors have spread the virus and mean communities have not been able to get on top of it. So I ask New Zealanders to please follow the rules to the letter. Let me quickly expand on each of the reasons for leaving your home briefly and some of the common questions that you might have. The reasons for leaving your home under alert level 4 include physical exercise in your neighbourhood, visiting the supermarket, dairy or pharmacy, necessary medical care, or getting a test. And if you undertake these activities, please wear a mask when you leave the house. Let me expand in a little more detail on each of those reasons for leaving your home. People in the past have asked if they can leave their home for a walk, for instance. Yes, you can. Or to take your children out on their scooters, for instance.
But we ask people to stay 2 meters away from anyone you pass. Stay local and do not congregate. Don't talk to your neighbours. Please keep to your bubbles. It comes down again to those very simple principles. We know from overseas cases of the Delta variant that it can be spread by people simply walking past one another. So keep those movements outside to the bare minimum. Wear a mask and make sure you keep up that physical distancing. The bubble is back. The people in your bubble should be the people in your immediate household or those dependent on you. Once you go into a bubble, you must stay in it, and others cannot join. That risks spreading COVID. If you are completely isolated or you live alone, remember you can join a bubble with one other person that you have contact with. It needs to be just you and that person, though. You must be faithful to them, and they must be faithful to you. Those in those circumstances will remember those rules from our last level 4. If you have multiple contacts with others, that is where the risk increases, and we cannot afford that. You can drive locally to your supermarket to get food, but again, we ask that you maintain your physical distance, again, to 2 meters. From others who may be undertaking essential errands, and again, please wear a mask. Other than that, we're asking people to stay home. Only shop when you need to. And it is preferable that there is just one person per household that goes shopping to reduce any risk of spread, and that they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f staff. Remember to always act like you have COVID-19. Stay clear of others. Don't put them in harm's way in the same way you'd expect that they don't put you in harm's way. There will be economic support available, and I will ask Minister Robertson to outline the available measures a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first introductory press conference and questions. On vaccinations, we will be suspending vaccinations for 48 hours while we ensure that vaccinations are unable to be take place in a safe environment, both for our vaccinators and those who may be visiting. We have currently 40% of our eligible population vaccinated with at least one dose. We want that to continue safely, and when we can, we will. We will provide a further update on that in the next 24 hours. I want to finish by acknowledging our frontline worker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can do to acknowledge their work is to only leave home for the reasons that I have described. I know that one of the worst things about COVID-19 is the absolute uncertainty that it creates. But we know more now than we did a year ago. We know that this strategy works. We know that we are a strong team of 5 million. And we know that life will get easier. We just need to keep going. We'll both be back tomorrow at 1 p.m. to provide you with an update of all of the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Till then, please take care and please be kind to one another. We're happy to take questions. 现在呢就是答记者问的一些问题了。那我们估计也和大家来快速的总结一下今天所有的一些信息啊，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同步的在一起收听。首先是一位首先呢，这是一位在 Devonport 的男性，他是58岁，那他其实也没有国外的一些这个出行史，但是呢，他也还没有注射疫苗，但是他的妻子是接受了疫苗的注射的，并且啊，他这个妻子的检测也是呈阴性的一个状态。是，那目前两人也是正在家进行这个自我的隔离。那么刚刚其实也听到他们在上个周末呢是去到了 Coromandel 的地区，那么现在卫生部呢是发布了5个相关的地点，那么也是为大家简单的来去说一下。首先可以看到在8月13号啊，他们是去到了当地一家叫做 Star and Garter Hotel 啊，那么地址呢是在5号 Kapanga Road。那么时间是在晚上的6点39分至晚上的7点40分，这个是第一个地点。那么第二个地点，他们在7点40分
到晚上的8点半之间，是去到了一家叫做乌姆咖啡啊，也是在 Coromandel， 地址呢是在22号的 Wharf Road 啊 Coromandel 地区。插说一句啊，其实先看一下这个时间，如果是在13号、14号、15号是在 Coromandel 的 Town Center， 如果您有过停留或者您去过 Coromandel 的话，可能就要特别的去到这个卫生部的网站上自己去对照一下这一些地点，然后您要去完成检测。刚刚我们说到的13号的2个地点，那么14号呢，在晚上的7点11分到晚上的9点啊，他们也是再次回到了刚刚提到那家酒店 Star and Garter Hotel。那么在早上的9点半到早上的9点40分的时候呢，他们是曾经去到当地的一家 BP 的加油站啊，那么地址呢，似乎是在叫做 Tiki Road 这个地方啊，是在8月的14号早上去加油。那么之后在8月的15号啊，则是去到了当地一家叫做 Best 的这个商店，地址呢是在1-75号 Kapanga Road， 那么是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05分。所以感觉其实这个地点呢，只是目前仅有的信息啊，相信呢，并不能够完全的覆盖他这一名患者他去过的所有地方。所以说大家呢，在稍后如果说真的还想知道的话，一方面留意这个其他我们的这个媒体的频道，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去到卫生部的网站方面去看到一些具体的地址。13号到15号 Coromandel 这是5个地点，但是刚刚其实也提到了一共会覆盖，因为它其实还有扫码啊，这个还是做的非常值得鼓励。你看扫码很重要啊。那么23个地点，其中呢有10处是在奥克兰，13处是在 Coromandel。我相信慢慢的我们会有更多的地点的信息可以对照，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间表，对不对？这名男子也是自己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症状，去到了 GP 的地方，然后被测试之后呢，是出现了这个确诊啊，所以还是要鼓励大家。你看，在这个病例的给我们带来的，如果你能够及时的去进行扫码的话，真的会给我们后续的一些工作带来更多的一些方便。现在目前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 Delta 病毒，所以应声而来的我们看到非常严格的一个封锁的措施啊。那么刚刚也说到了全国13天，在我们的奥克兰 Coromandel7天，从今天晚上的11点59分开始了。一会儿我们的手机阿拉姆又要响了。是，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奥克兰从今天17号开始啊，应该18号开始吧，应该到下周的24号的晚上11点59分，奥克兰都会处在这一个 lockdown 当中。当然，我们不希望在这之后的7天的大规模检测又再度去发现其他一些社区的个案。那么就目前来说，这个案例并没有发现和边境或者是 MIQ 有任何的连接啊，所以说可能在社区当中呢，还有一些未知的，或者说有可能会隐性传染传播的一些病例存在。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真的是要戴好口罩，以及做好扫码的这个习惯。还有注意到刚刚总理特别的跟大家强调到了你的 bubble 是什么样的，你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紧急的出门的。归结一句话最简单，没重要的事儿，不关乎您的身体健康这种大事儿，您就别出门了啊。是。那么相应的这些公司的老板今天可能也会比较忙，那也很多人会问，会不会有更多的对于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些这个帮扶的这个资金，工资补贴。对，那这个没有问题，也是有的。总理刚刚也已经确认过了啊。我觉得这一次响应的时间比平时要短了很多，但是来的也是猛了很多。看来 Delta 还真的是不同凡响啊。是，当然另外在疫苗注射方面啊，总理也提到呢，目前会暂停48个小时，那么之后呢可能会重新的恢复，不过呢还是要确保注射的人员包括去接种的人士都是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之下去进行。所以说如果您是在明天或后天本来是预约要去打疫苗的，我相信呢肯定都会被延期。那么你也可以保持和卫生部方面的这个联系，看一下尽快的去进行这个疫苗的施打。是的，没错啊。而且要提醒大家，其实在检测点的话，现在还会有开出更多方便大家的一些检测。如果您真的是在12号一直到这个包括在16号之前，您或者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认为自己可能会和它擦肩而过，或者自己已经出现了不适的症状，一定要去进行检测。这个其实也是帮我们把社区里边
找出来更多的一些这个潜在的确诊者是相当有帮助的事情啊。是，那么最终的这一个病例的基因排序呢，会在明天的时候呢会去公布啊。虽然说目前还没有能够确认是 Delta， 不过按照总理的之前的一系列的铺垫，其实呢都非常有可能会是 Delta 的病毒。都7天了啊，是。那么在这个去过的地点方面，现在已经是更新到了23个啊，其中10个是在奥克兰，13个是在 Coromandel。那么检测中心也会从现在一直开放到今晚的8点钟，所以说大家也还是可以在今晚8点之前去您附近的病毒检测中心去接受这个检测。虽然现在还只是一个疑似 Delta 的可能性啊，但是总理也说了，为什么对于 Delta 会特别的重视，是因为它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存在，那么它很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社区造成不能够去预计的一些后果。比方说他也提到了澳洲啊，我们的这个邻居，其实因为社区的一些松懈，所以看到今天为止，基本上在澳洲的所有的头版头条全部都是被疫情的情况而在不断的刷新着啊。那么其实也需要快速的反应咱们的新西兰来阻止病毒的传播，而总理也用到了还蛮强壮的词，他说我们其实只有一次机会，未来几天也会去寻找一些没有被看到的还没有浮出水面的一些确诊的或者疑似确诊的一些病例，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排查。其实今天下午当我们说到这一条突发消息的时候，就看到纽币是应声而下跌。我相信如果有一些朋友对外会特别感兴趣，今天可能有的忙了。是，当然明天也会是央行一个大日子，本来央行是要在明天公布这个最新 OCR 的这个贴现利率那么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今天新冠新的病例出现，会影响到明天央行的这个决定呢？而且在这2天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商业银行的贷款其实利率已经是出现了微步的上调，所以说当然可能7天还算是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那么之后的情况还是要等到看这7天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病例的发现。我们都不希望因为这一次的 Delta 的病毒让整个新西兰的经济是再次回到之前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种情况，因为很多的商业包括很多的一些行业其实都已经是正在慢慢的复苏当中，他们真的是不想看到又因为这次 lockdown 去失去了他们的生意。没错啊，那么现在还要跟大家再特别强调一点，这一名男子刚才说了13、14、15号在 Coromandel 的一些行程，这是5个点现在已经透露出来的，还有23个一共有23个点。那么更多的信息我们逐步的看，还是那句话，如果据卫生部来解释说，这一名男子在12号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是具有传染性了，所以如果在这个之间奥克兰特别您是如果在北岸生活或者您说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交流或者这个交集的话，以及再去 Coromandel 的话，一定要去提高自己的意识去进行检测，也注意一定要让自己现在就开始自我隔离啊。是，我觉得这次的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提醒是什么？一方面在扫码方面，虽然说我们可能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每次在节目当中都提醒大家去做好扫码，但是大家能够看到，只要是有一个病例出现，其实就能够知道扫码这个习惯到底是有多么的这个重要。这应该是埋在我们自己骨子里的。那么明天基因测序之后才能够知道是不是 Delta， 但是很大概率就是 Delta。为什么？最近 Delta 在这个 MIQ 里面所有的都是跟 Delta 有关，所以也不太可能自己莫名其妙还自己又退回到原来的。所以呢，现在就开始要策划好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准备的封城的工作了。也希望不会对大家的生活造成更多的一些影响。当然还是那句话，不要今天晚上急匆匆的赶在11点59分之前跑去超市，因为超市都是会向您开放的，对不对？没错。刚刚也说到了，如果您要去看医生，要去超市，这些都是被允许的。要记得什么？戴口罩和扫码。好，所以说这个目前的信息我们就为大家更新到目前为止那么如果说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我们也会在明天的时候呢继续为大家来更正。所以说最后也再说一次从今天晚上的11点59分开始，奥克兰会进入到7天的4级的 lockdown，包括 Coromandel 地区也是同样
4级的7天 lockdown， 那么其他的新西兰的其他地区呢，则会是4级 lockdown， 不过呢是3天的时间。同时也要告诉大家，如果您已经注射了疫苗，也要记得啊，您这个疫苗可能不是完全完美的100%的，所以还是要都提高警惕，不要松懈。如果您觉得有不舒服，记得请假在家，也记得包括总理在最后跟我们所嘱咐的啊，希望我们都能够 be kind, be strong。那明天的1点钟，总理也会进一步的 update 更多的一些信息。我相信呢，我们的编译旗下的各平台都会第一时间跟您一起来关注更新。也许我明天还会有特别的节目继续的陪伴着您啊，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的啊，也欢迎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一些公众微信号，因为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分享更详细的文字版的内容，方便大家反复的去进行查阅。那么大家也可以去订阅到的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包括呢是有我们的这个新西兰官微，同时也有我们的936全资讯，大家在搜索公众号的时候就可以来搜索，锁定在我们编译旗下的各媒体平台，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第一时间陪伴在您的身边吧。好，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先是到此为止？是，那我们看还会有在这个记者发布会上的一些消息，不过我们留在明天。今天已经是共同的迎来了啊！线上一直有朋友，也非常感谢在我们的短信平台上大家给我们发来的鼓励，真的不辛苦。大家一起共同迎来又一个重要的时刻吧。是，好 ，OK， 那就这样子，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编译旗下的一些精彩的节目内容了。